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新思控股。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新思控股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此视频是由老虎集团赞助播出。新思控股 Fraser and Neves Holdings Berhad 简称 FNN 成立于1996年，是大马和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食品和饮料公司之一。其品牌拥有着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和家喻户晓的声誉。要述说 FNN 的历史背景，首先要回到1883年，也就是距离现在138年前。当时正在经营着印刷业务的两位合伙人 John Fraser 和 David Chalmers Neves 共同创办了一家生产汽水的公司，名为 The Singapore and Straits Aerated Water Company。刚开始时，他们只雇佣了20名员工，并使用小马推车来运送产品到新加坡的俱乐部、酒店和住宅区。15年后的1898年，两位创办人开始步入年迈岁月，便在新加坡成立了一间上市公司 Fraser and Neves Limited 来接管他们的汽水和印刷业务，以便日后在他们退出公司董事位置时，公司仍可以由其他董事代替运营。1905年 ，FNN 开始进军马来亚半岛，在吉隆坡和槟城建立起了第一间分行。到了1913年 ，FNN 已经扩展到了马六甲、芙蓉和怡保，甚至跨越海外至泰国的曼谷和越南的西贡。1914年7月下旬，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4年又3个月后，终于在1918年11月停战。FN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服重重困难，开始重建生产能力，并在战后的20年内逐步将公司的业务多元化。其中之一的就是在1931年 ，FNN 与荷兰的 Heineken 合资成立了 Malayan Beverage Limited，Tiger Beer 就是他们的产品。还有在1936年 ，FNN 收购了在新加坡、马来亚和文莱的可口可乐饮料特许权，为公司奠基了主要里程碑，自此转变为该地区的主要饮料公司之一。3年后的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性爆发，并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亚和新加坡，占领了该地3年零8个月。在被日本占领期间 ，FNN 公司的工厂和酿酒厂也被日本人占领，用来为其武装部队生产饮料。1945年9月，二战正式结束 ，FNN 开始收回其资产，并在战后几年中，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建立了新工厂，同时恢复了出口活动。到了1950年代 ，Malayan Beverage 进行了战略性收购，将其业务扩展到了南太平洋和新西兰地区。1961年 ，FNN 与美国的 Betrayed Foods of Chicago 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来生产甜炼乳，更在随后的几年分别开始生产加工炼乳、淡奶和其他乳制品，开始了乳制品的生产业务。从1970年代开始 ，FNN 专注于增长和研发，并陆续推出了多种新产品，如 Midogo 品牌的第一款冰淇淋产品，象征这100周年的100号饮料，西盛品牌的各种饮料等等。到了1989年 ，FNN 收购了 Betrayed Foods 的股权，并把旗下的乳制品业务重组进 FNN Dairies Malaysia Sdn Bhd。6年后的1995年 ，FNN 收购了 Magnolia， 并在隔年成立了 Fraser and Neves Holdings Berhad， 也就是新思控股。随后成功在大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3689 FNN。2007年，公司在泰国成立了子公司 FNN Dairies Thailand Limited， 同时也收购了 Teapot 品牌以及 Nestle 在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牛奶业务。随后的几年间 ，FNN 分别在大马和泰国扩大了生产线，以及陆续把产品销售扩建至海外多个地区。截至2020财政年 ，FNN 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把覆盖范围扩大到82个国家，成为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最受认可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FNN 的业务主要分为2个部分，那就是马来西亚国内食品和饮料，以及泰国食品和饮料。FNN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饮料和乳制品。饮料方面有 FNN 品牌的碳酸饮料、100号品牌的等渗性碳酸饮料、FNN Nutrisoy、FNN Seasons 和 FNN Food Tree 品牌的非碳酸饮料，以及 FNN Ice Mountain 品牌的矿泉水。和 FNN 的乳制品方面，包括 FNN Canned Milk 和 GoKoi 品牌的甜炼乳和淡奶，还有第三方授权品牌的 Ideal 炼乳以及 Farmhouse 鲜奶。
马来西亚目前有3家饮料工厂、2家矿泉水工厂以及1家奶制品工厂。饮料工厂坐落在Shah Alam、Kota Kinabalu 和Kuching，矿泉水工厂在Bentong和Matang，而奶制品工厂在Pulau Indah。另外，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仓库也有多达19间。截至2020财政年，马来西亚国内食品和饮料业务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1%左右。F&N 在泰国的业务主要是提供乳制品，包括第三方授权品牌的 Carnation 和 Bear Brand 的甜炼乳和淡奶，还有 F&N Magnolia 品牌的液态奶等等。泰国目前有2家奶制品工厂，分别在 Rojana 和 Pak Chong。另外，在泰国也是拥有2间仓库。截至2020财政年，泰国食品和饮料业务贡献了总营业额的49%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F&N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F&N 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1亿1114万令吉降低了 2.5% 至10亿8312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1亿2836万令吉上涨了 6.6% 至1亿3680万令吉。营业额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和行动管制令所引起。至于净盈利的上涨，是因为公司成功降低了销售成本和有效率的营业政策，以及在泰国享受的税收优惠，刺激了该公司的盈利成长。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6.3% 至37亿422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大部分资产是来自于固定资产，也就是所谓的建筑、厂房以及机械等等。此外，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方面就比3个月前上升了，表示顾客增加了拖欠的款项。从2020财政年的年度报表可以发现，应收账款中的减值损失拨备只占据总账款的1%不到，证明公司的客户的信誉都很好，而且公司的收账能力也不错，所以在这方面无需过于担心。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现金和其等价物比3个月前增加了30%以上。在这疫情肆虐期间，公司懂得增加自身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是个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8.4% 至8亿9962万令吉。在总负债中最显眼的就是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占了总负债的60%以上，而且比起3个月前也有增加的迹象。但是如果看回公司手上握有的现金，要偿还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就算加上公司的短期贷款，公司拥有的现金也是可以足够应付得来。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大涨了392%至2亿096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现金流入大幅上涨，是因为去年在营运资金上流出了许多现金所致。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比去年同季降低了77%至95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的现金流出降低是因为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的缘故。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反而跟去年相差无几，只多了6%左右，至2479万令吉的现金流出，其中大部分的现金都用于偿还利息、租赁负债和贷款等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但是由于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大幅上涨，使到公司的现金及银行余额确实上升了不少。总结来说 ，F&N 所制造的产品主要是些奶制品、汽水和果汁等等，虽然不算是日常生活中缺一不可的必需品，但在市场中却是永远有需求的。面对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政府实施的行动管制令，公司的业绩也遭受到了部分打击。但是管理层没有为此而却步，反而加速公司的数码化计划，并推出其数码平台 F&N Live 应用程式，以争取更多用户。除此以外 ，F&N 也在不久前在迪拜成立了新的子公司，
以拓展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业务，并在2020年12月收购了理顺信和诺纳两大品牌的公司，旗下产品包括蚝油、马来中、调味料、果酱和酱料等等，预料是应对中东和北非的清真食品的下一步战略性行动。只不过 FNN 的股价处于每股30令吉以上，是马股中数一数二昂贵的股票，加上公司派发股息方面也少得可怜，比定期存款的年息差不多，所以导致投资者缺乏兴趣，可以说是唯一的遗憾。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